友情提示：心理脆弱者千万别看。2024最新美国恐怖片《食罪者的诅咒》，惊恐拉美，吃了美餐，亿万财富，恶鬼连连。看的我是一个晚上没有睡好觉，后悔没有呼叫大冤种。话说阿杰的母亲是一名精神病患者，一日阿杰把餐食做好，端到母亲的面前，他已经濒临到崩溃的边缘。这时他清醒了，就跟儿子做了道别，他不想这样浑浑噩噩的活下去，然后吞枪自尽。3年以后，阿杰成为一名建筑工人。这次他在芝加哥的顶级亿万富豪老卡的庄园里做房屋修缮工作。今天也不知怎么搞的，阿杰做事毛手毛脚的，无意中撞伤了腹部，恰巧管家芳姐路过，阿杰就上去寻求帮助，想用庄园里的急救包清洗包扎伤口，这些他自己都会。芳姐就把阿杰领进了庄园的地下室，有佣人找来急救包，阿杰自己动手包扎，芳姐就让他包扎完后自行离开，他有事去忙了。阿杰搞好后，好奇心太重，就在屋子里参观起来。无意中他看见一个房间里台子上放着零钱夹，阿杰动心了，于是走过去从里面抽出了一张20美刀的钞票，转身就要走，可是他被一位老者叫住。阿杰感到很不好意思，下一秒芳姐赶来，立即就把阿杰炒了，而且还要把警察叫来抓走阿杰这个小偷。阿杰赶紧把钱还回去，请求芳姐不要叫警察来，可以从他的工资扣除的。毫无疑问，芳姐是不会听这些哀求的。老者不但听见，而且请阿杰坐下来一起聊聊。他就是亿万富翁老卡，他身上还插着吊瓶，就好奇地问阿杰为什么只拿20美刀。阿杰只好如实回答，今早在上班的路上被人抢劫了，他已经没有钱坐车回去，本来他打算周末发了工资就把钱还上。老卡听完就从芳姐那里把零钱夹拿过来，都给了阿杰，表示这是预支的工钱，而且不解雇阿杰。阿杰想了几秒还是接受了，随后表示感谢，就继续去工作。隔日阿杰正在做事，芳姐走过来叫住阿杰，意思是老卡要见他，这把其他人都看得莫名其妙。老卡把阿杰找来的目的并不是吃饭那么简单，阿杰小心应对着，尽管餐桌摆满了顶级美食，有些食材是阿杰见都没见过的。老卡意思是他时日无多，死后这些遗产也不知道会是谁的，他是孤家寡人一个，一生有很多的遗憾。随后重点来了， If you will eat a meal off my dead body, I'll give you everything. This house, my money, my investments, my life's work, it will all be yours. 阿杰认为老卡这是在开玩笑，老卡很清醒地表示否定。阿杰觉得这种事情轮不上他，于是就拒绝了，这让老卡大吃一惊，毕竟只是吃一餐饭，虽然就餐环境很恶心，但是就能得到亿万财产，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了。阿杰也不解释，不过老卡看出来了，可能阿杰认为这是有钱在临死之前搞的恶作剧，于是他就再次真诚告诉阿杰这是真的。这时阿杰信了一半，他就问老卡为什么选他。老卡表示他从来没有给过需要帮助的人，阿杰目前的境遇需要帮助，而且阿杰看起来是一位抗压能力较强的人。说着说着，老卡流出了眼泪。阿杰这下算是领教了有钱人与众不同的想法，最后算是答应了。不久，老卡庄园里的活干完了，他却失业了，之后怎么找工作都没找到，眼看他就要山穷水尽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陌生男人找到阿杰，送给他一张请帖和一套礼服。没错，他是来接阿杰去老卡的庄园吃那个特殊的晚餐的。室友阿迪也是看得莫名其妙，但是阿杰没有说出一个字。随后他来到了庄园，芳姐表示老卡今早去世的，让阿杰签下合约，这个事情才能往下走。合约中有要求，老卡尸体上的餐食就连一点面包渣都要吃下去，不能浪费。接着芳姐彻底把合约中的每一个条款念出来，而且解释了一遍，随后进食开始。这个的确就有些瘆人了，一开始阿杰还能吃2口，苍蝇就在旁边飞来飞去，后来他只能逼迫自己往下咽，这种感觉的确很差。不过阿杰最终还是按照合约的要求吃完了，不过双腿已经开始打战颤了。芳姐拿出合约，让阿杰做完最后一步，那就是把卡片上的文字念一遍，这个合约就彻底生效了。阿杰拿起来照着大声念了一遍， For your peace, I take on all sins you carry, and I pawn my own soul. 其实这个段文字是个咒语，他一旦念完，这个诅咒就生效了。随后阿杰脑子开始发晕，他跌跌撞撞走到床上，一睡就10几个小时。期间他做了一个噩梦，里面有很多的恶鬼纠缠他不休。隔日阿杰醒来，他还未适应现在这种情况。随后芳姐过来，开始把阿杰领入了豪美生活。这里的佣人都不能跟主人有眼神交流，但是芳姐除外，她照旧是这里的大管家，
随后给了阿杰一张黑卡，没有限额的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阿杰想了想就回去找阿迪告别，以后他们两人就是活在不同的世界里。出门上车的时候，正好妮妮来这找阿迪，她是阿杰的前女友，但现在却是阿迪的女友。她看见阿杰要坐的豪车就非常的好奇，但是阿杰只是隐晦的说自己发财了，妮妮最后还是不相信。阿杰就邀请她去喝咖啡，打算详谈，但是遭到了妮妮的拒绝，于是两人就这样分开。尽管阿杰心里还喜欢着妮妮，可这也没有什么用。之后阿杰唯一的乐趣就是消费，越过越喜欢。一日阿杰正在家里喝着酒，突然走廊的另一头出现一个女人，不对，应该是满脸血污的阿飘。阿杰莫名的流起鼻血，等阿杰抬头的时候，阿飘不见了，也就是说阿杰什么也没看见。阿杰正看着手指上的血液发呆时，等阿杰醒来，他发现自己跌倒在地上，满身的酒气，吓得阿杰就去找芳姐，指责他在酒水下了药。芳姐表示什么也不知道。这时阿杰想起那张餐后所读的卡片，于是就叫芳姐拿出来。他又认真的看了一遍，阿杰觉得自己被诅咒了。芳姐表示听老卡生前再说，他要摆脱什么，然后不想下地狱之类的话，他也没有听懂，这让阿杰陷入了沉思。恰巧旁边摆了一本书，芳姐表示那是老卡经常看的，阿杰就顺手拿来一看，哇塞，书中就有答案。弄了半天，阿杰在尸体上吃饭是一种古老的仪式，就相当于阿杰把死者生前的罪恶都吃下来，由他来承担一切后果，那么死者就不用下地狱了。一般做这个事情的人都是罪大恶极之人。阿杰顿时明白自己还是上当了，但是已经无法逆转。阿杰受不了了，就开车去找神父，希望能够得到帮助。但是阿杰说不出具体发生什么罪恶，就无法忏悔，那么神父也就无法帮忙。后来阿杰威胁芳姐不说实话就解雇他，芳姐这才开口说了实情。原来老卡作为顶级的房地产开发商，他是白手起家的，身上有很多的原罪，警局那里就有这个阿飘生前案发的经过，但是苦于没有任何的证据。芳姐就把相关资料给阿杰看看，这下阿杰了解经过，于是他赶紧来到教堂，就把刚才知道关于阿飘的案件复述给神父听，这也算是一种忏悔吧。神父就在一旁开始念起经文，那知道这个阿飘突然出现，使劲掐住阿杰的脖子，眼看就要不行了，没想到最后时刻神父的经文起作用，阿飘竟然消失。阿杰太开心了，问题终于解决了，这下可以安心享受富豪生活。一天晚上，阿杰正在看电视喝着酒，突然身后传来动静，他发现地上有个绳子，于是顺着绳子走了过去。接着他在2楼又看见一个鬼，哎呀，这里的鬼太多了。这时芳姐走过来，阿杰就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多的鬼魂陆续出现。芳姐只好解释道，阿杰能见到的那些恶鬼应该是老卡在打造商业帝国时所造成的冤魂，如果他不做那些杀人的事情，他就不可能会成功的。反过来也可以说，这是阿杰成为亿万富翁的代价。那些冤魂具体是怎么造成的，芳姐也不知道，所以阿杰就无法到教堂忏悔，就不能像上次那样让神父去解决。芳姐表示摆脱这个诅咒的唯一方法就是让事主自己去死亡，同时把这个诅咒传给别人，这等于是跟没有说是一样的。最后芳姐无奈的拿出一瓶抗抑郁的药给阿杰，意思这是可以缓解一下痛苦。看到这里，咱们可以发现阿杰的财富获取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，既然得到了，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，这就是这个诅咒的核心，而且不可逆转。大家同时可以发现，这个芳姐虽然是个管家，但是她所处角色很神秘，仿佛财富的主人实际上在受她的暗中摆布。那么最后会怎么样？咱们拭目以待。阿杰从此开始颓废，整天喝酒度日，那些恶鬼整天就围着他转，有时还做一些要杀死他的动作，十分的恐怖。阿杰渐渐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。一天，阿杰服用那些种抗抑郁的药物过量，导致身体处于死亡状态。幸好芳姐及时赶来，叫来家庭医生皮特救了阿杰。不过事后皮特告诉阿杰，他实际上已经死亡达4分钟，很短暂，但还是幸运的被救了回来。阿杰灵光一现，找来芳姐，决定把这个诅咒传下去。因为刚才他已经死亡过一次了，也就是说只要在4分钟之内把诅咒传下去，皮特再把他救回来，那么这件事情不就等于做成了，最后自己还不用去死。没错，阿杰找到了这个诅咒的漏洞，
方姐也表示认同，理论上是可行的，现在就需要方姐来完成一些事情。方姐答应了，因为她实际上是为财产服务。她再次问阿杰是否要放弃亿万的财富。阿杰用坚毅的眼神做了肯定回答。那些鬼魂就在附近游荡着。阿杰想了想，决定把这些财富传给方姐。方姐不为动容啊，意思是她有签过合同，不允许这么做。阿杰就一时想不起应该交给谁，方姐就提醒阿杰可以交给以前的朋友或者同学之类的。这下点醒了阿杰，他想起了阿迪，这个人当过兵，抗压能力肯定比自己强，但是又觉得这人过于冲动。方姐就认为阿迪是合适的人选。这时有个血淋淋的阿飘就站在一旁盯着阿杰，最后阿杰还是否定了这个想法。就在这时，阿迪打来求救电话，他需要一笔钱救急，否则就会被人追杀。阿杰只好拿着一些钱去公寓找阿迪，司机兼保镖就开车送阿杰去。现在他走到哪，总有恶鬼跟到哪，阿杰就当着没有看见。可是当他来到阿迪的公寓里面，发现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，阿迪不见踪影。他在床垫下面找出了一把枪，他走到另外一个房间时，有个恶鬼从床垫上爬了起来，向阿杰求救。阿杰当然恨透了这些鬼魂，于是就朝着男鬼的胸部开了一枪，瞬间男鬼变成了妮妮。其实本来就是妮妮，是阿杰出现了幻觉而已。保镖大壮冲了进来，拖走阿杰，很快带回庄园。方姐就劝阿杰赶紧把诅咒传下去，否则那些鬼魂真的会下死手的。阿杰答应了。事后警方把妮妮的死归咎于阿迪的仇家所为。很快阿迪被邀请到庄园里，方姐就代表阿杰把这次邀请他来的意图告诉了他，也就是在尸体上吃一餐饭，就把财富传给阿迪，就像当时老卡那样做。但是强调一点，阿杰是不会真死的。阿迪听完简直兴奋的不要不要的。很快在皮特的帮助下，阿杰能够处于假死状态4分钟，但是强调阿迪必须在这个时间内吃完食物才行。阿迪在方姐的陪同下了解完所有的规则，然后阿杰开始进入死亡状态。他在这4分钟内看见了很多的鬼魂，而且还要分尸他。就在这时出现了母亲的亡魂，那些鬼魂退去，母子俩再次做了道别。与此同时，阿迪就开始吃阿杰身体上的那些食物。他在4分钟之内吃完了，阿杰成功的活过来，他把诅咒成功的传给阿迪。方杰表示阿迪已经开始在庄园里发号施令，仿佛他天生就是干这个的。阿杰看了看周边，那些鬼魂他再也看不见了。方杰希望阿杰开启新的生活。不久，阿杰继续回到工地上做事，而方杰就在一本神秘的羊皮书上写下了阿杰的名字。这时阿迪已经看见了那些恶鬼，虽然方杰不是财富的主人，但他却是财富的执行者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。我认为本片拍摄的很棒，满分5星，我给打分4星。本片算是在今年小成本的恐怖片中拍摄的最好的，不但有离奇的故事情节，而且还有大量的恐怖的突脸镜头，也是能把人吓一跳的。问题是这个片子竟然还充满了人性的表露，比如对财富的渴望，以及对道德的思考等，而且丝毫没有违和感，这在恐怖片中就很难做到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